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湘西的大山里面，误入了一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。整个寨子实在太美了，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苗寨。整个寨子呢，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一个无人村。寨子有20-30户人家，靠近紫霞湖边。寨子的下方呢就是紫霞湖，平时夏天到湖边去钓鱼的人是特别多的。然后这个寨子呢，现在还住着挺多人，但是呢，据说陆陆续续的，像这些房子都慢慢的都要空着，没人居住了。这样在湖边的无人村，大家喜欢吗？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栋房子门前吧。这是一栋砖房，主人家呢是刚建好没有多久，然后基本上一家人呢都没有入住，然后就搬走了。可以看到整栋房子呢是一个3开间的砖房，中间呢是堂屋，两边都是卧室，总共有4个房间。房子的占地面积呢接近有130多平。房子建好了主体，没有装修，整个外墙呢都是水泥砖的结构，然后中间的木门呢是有6扇，楼层高度接近5米左右，屋顶呢盖的是琉璃瓦。这栋房子的建造呢，主人家也说了，当年差不多花了12万多。其实一家人呢，当年也并不是说想在这边建房子的，但是当时他们的老宅基地呢是在这块位置，所以呢花了10多万把房子建好了之后，最后呢通知一下来，又说这个地方以后可能要有另外的安排，就不能在这边过多的去就是说装修入住了，所以他们家呢又把这笔钱投资了下来，自己没有住，又花了20-30万，在另外的地方又重新修建了一栋小洋楼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，就看到了房子变成这个样子，刚建好没有入住，一家人呢就举家搬走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差不多吧，用一个镜头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寨子大概一个环境吧。我觉得挺好的，可能把它记录下来，很多年之后翻开视频还可以看得到。房子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砖房，然后也有很多修建了一些像身后的小洋楼门前呢有些菜地，有些稻田，然后走下去呢10多米就到了紫霞湖边。家家户户呢都会养一些鸡鸭，你看这些鸡呢都是散养在这个树林里面，所以养出来的鸡肉呢肉质是特别的好。其实，我们农村里面大部分的生活就是这样子，每家人呢种个1-2亩的稻谷，再种个2-3亩的这个玉米地，养点鸡鸭，一年的生活成本呢很低。年轻人呢大部分都是到浙江福建广东一带去打工。寨子里面剩的呢大部分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。寨子里面的马路修的都还挺好，都是水泥路面，但是道路呢并不是特别的宽。整个寨子呢，我们进入寨门口的时候，就看到了立了一个路标，也不是算路标吧，写的是道路塌方，禁止通行。可能以后变成无人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因为这边呢，它地质结构并不是特别的好，下过暴雨之后路面就特别容易塌方，整个这边呢都不能禁止车辆通行了，所以呢，我们都是步行走到寨子里面来看的。像看身后呢，还有些比较传统的木房子，这样的木房子里面现在依然是住着人的，门口呢是晾晒了一些衣服，背后呢还有些砖房。看这边也是一栋木房子。其实从航拍的镜头，我们发现整个这个苗家寨子呢，四副三面环水，环境还是特别优美的。这里的海拔接近是550米，距离县城有15公里，距离镇上呢也有5-6公里左右。按道理来说，交通还是挺方便的吧。如果这个寨子真的变成了一处无人村，是非常可惜的。其实家家户户有这样的一个小院，门前种点果树，养点鸡鸭之类的，老百姓的生活很简单，种点庄稼嘛，周边的地也挺宽的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其实老百姓的房子都还挺好的，像这栋木房子它虽然只有1层，但是呢，
它的楼层高度都还挺高的。以前我们经过一些土家寨子，他们那边的房子就要比苗家的寨子房子呢就要小一些。他们一般是3住4，我们这边呢一般是5住8、9左右，进深呢达到了8、9米。像这样的一栋木房子，虽然没有推开房门，按照我的经验，大概是有4个到5个房间，有个大大的客厅，旁边呢还有杂物间，还有厨房、卫生间，一家人生活起居就是这样的一个院子了。一般木房子呢，屋顶盖的也都是本地的青瓦，可以看到时间非常的久远了。这个青瓦呢，上面都长满了一些青苔。其实这样的瓦片呢，3到5年要检修一次，要不然呢是很容易漏雨的。房子呢建好了之后，基本上外墙做过装修，然后呢，基本上后期没有管，所以呢，它的外墙颜色都是特别的深。其实这样的木房子，如果给它重新打磨一下上下油漆，还是挺漂亮的。当然呢，和这栋木房子形成截然不同的就是门口的这栋砖房。从这边看是3层楼的砖房，窗户呢都留得很大，基础呢也做得很漂亮。现在农村的条件呢也是越来越好，家家户户呢都建起了小洋楼。以前像这些老宅基地里面都是木房子，条件好了之后都拆了，建了新房子。我们湘西这边啊有个传统的习俗，一般像风水宝地，也就是说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有人居住，当然也有很多坟墓。看这2栋房子的中间，这里呢就有一座坟墓，紧挨着房子也就1到2米左右。我们这边是不太讲究的，老百姓呢也都是见怪不怪，小孩子呢也不怕，平时住在房子里面，旁边就是坟墓很多。这座坟墓呢，每年都会有人过来挂青的。我们这边呢，也就是祭拜祖先，每年传统清明节都会过来。寨子里面基本每家每户呢，门前都通了公路。像这户人家几乎是没什么院坝，然后寨子里面的这个水泥路面呢，直接就修通了他们家的门口，也变成了他们一家的院坝。当然，背后呢还有一个寨子，从这边呢平时还是有车辆经过的。其实房子都修得挺好的，然后门前呢有些竹林啊，旁边就是好几百亩的土地。我在想，像这样的一个寨子，如果以后没人居住了，旁边的耕地到底是谁去耕种啊？真的是太可惜了。真的很喜欢这个寨子，太安静了，只听见了一些鸡叫还有鸟叫的声音。这条大黄狗，我才刚过来，好像感觉都和我比较熟了。可能平时这边外人比较少吧，包括这边的老人看到我们都是挺热情的，但是当地说的是苗话，听不懂。本来想给大家采访一下，和当地人交流一下的，但确实他们说的年纪上了年纪都说的是苗话，听不懂。你看家家户户养点鸡，在这边散养着，真的这样的一户田园画卷真的挺美的，太喜欢这个寨子了。在我们湘西这样的寨子还有很多，如果你也喜欢，趁它在变成无人村之前过来看一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